好，这个影片主要是要来分享去韩国自由行滑雪的交通、住宿、租雪具啊、缆车票的相关资讯。如果是去日本的话，网络上很多资讯；而去韩国的就相对少了很多，语言也不像日文有许多汉字，台湾人相对比较熟悉一点。当初我自己就是想要去韩国滑雪，然后在网络上爬文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，所以决定这一次有了这个经验分享给要去韩国滑雪的人。主要我是搭巴士去，也有搭地铁的方式，但是因为我没有搭，所以我就不做讨论啊。搭巴士的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又很方便，然后你的行李箱全部都可以一次丢上那个巴士，然后你就上车，它就会直接把你送到度假村，所以其实很方便。交通的部分你就先到这个网站。就是一个游览车公司，这个网页上就有非常多韩国比较知名的滑雪场，通常都是在首尔的东边，就是江原道那边的知名滑雪场。我这次去的就是龙平，然后在附近的还有 Alpensia 或是 High One， 或是这个是凤凰滑雪场。然后如果这个网页你觉得都是英文看不懂的话，你其实用 Google Chrome 开，你也可以按右键，然后翻译成中文。虽然有些翻译的可能没有很好，但是对英文比较不熟的人来说，应该还是蛮方便的。买票的话就很简单，看你这一次是要去哪个滑雪度假村啊？因为我这一次是去龙平嘛，所以我主要会以龙平的部分做说明。巴士票的购买部分就是看你要从哪里，首尔，然后这次去龙平嘛，这个你可以选就是来回票或单程票，单程票、来回票价格都是一样的，你买来回票也没有比较便宜，但是建议可以先买啦，就你把时间都规划好。那我现在还是切回那个英文好了，因为我觉得翻译有点奇怪。我是3月11号去，13号回来，然后一位乘客，我要从首尔出发，龙平度假村，然后一位乘客，然后主要是有几个上车的地点，主要上车地点比较有名的就是明洞车站，我这次就是在明洞地铁1号站这边搭，然后或是东大门，我先把它翻译成中文，这几个是上车的地点。他会写，比如说最早的一班车是早上5点20出发，然后8点40会到龙平度假村，就是大概3个多小时啦。然后明洞是第一站，第二站是东大门，就是5点半，他就沿着这几个点开。然后往返车票4万韩币，就大概是960块台币。至于上车的地点，你其实点击巴士就可以确认位，比如说你点明洞站，这边就会跳出这个地图。如果觉得这个不够清楚的话，这个放大你就看得到，这个是在明洞1号地铁站出口。如果还是担心找不到的话，你可以选照片，它会写得很清楚说，就是在这个一个韩国这个电力公司前面上车处这边，然后东大门你也可以点这个点这里，就是一个什么 Dota 百货前面。就是你就点这个地图就能看到对应的上车点，就到这个地方去等你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巴士，你就提前10分钟到，就一台很大的紫色巴士，很容易找，你不知道你就把你的票拿给司机确认一下，通常都很好找。买完票你就按选择。这个是回程的车票，龙平回到哪里，看你要回到哪里。我们当初是从明洞上车然后我们住宿的地方也在明洞，所以我们回程也是会选择回到明洞就看你要的时间。像我们那一天是滑到5点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回程我是搭5点这一班车，回到明洞是8点半左右，就是3个半小时。然后你选完之后按下一页就会到结账的页面。我先翻译成中文好了。来回票就4万，所以你回程它就是0元了。这里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这边的加价购，这有在龙平度假村的缆车票的加价购，滑雪装备的加价购。建议如果有要去这边滑雪的话，你在这边加价会比去雪场现场买便宜很多。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在这边加购。你付款完之后都会拿到一个 QR code， 你就拿 QR code 到雪场的柜台跟他换那些雪具的票这个就是缆车票，什么时间的缆车票，这是上午，这是下午，这是一整天的。然后这个是观光缆车没有要滑雪的票，然后填好你的姓名付款方式。
然后这个价格是适用于外国人，然后怎么样，这些细节可以自己看一下。如果要退票的话，要在2天前取消就可以全额退。如果比如说你是明天要搭这个巴士，然后你在前一天取消的话，会收20% 的服务费。买完票，你就会在你的 email 收到一张 QR code， 你就会收到一个 KD Tour 寄来的这个票跟几位人数啊，多少钱啊，然后就显示这个 QR。你用 Google Chrome 的话，可以按翻译，你就看得懂它写什么。按这个 QR code 就可以凭这个 QR code 上游览车跟到雪场换雪具跟缆车票。在上游览车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司机确认你就跟他说你是要去永平去龙坪，通常你就只要记你要去的雪场名称的英文是什么，你跟他讲，然后这个票给他看，他就会跟你说对，你不用会韩文也能沟通，所以这个部分不用担心。这个是交通的部分，其他套票的部分，比如说我这次是去龙坪嘛，龙坪度假村也有一些住宿或是一些雪具缆车票的优惠部分，其实在官网这边也可以查刚刚那种加价购的那个价格去做一些比较。这个是龙坪度假村的官网，其实可以选中文。但是中文上我觉得它翻译非常奇怪，所以我建议我还是会用英文来说明。Tickets 你要买雪票，跟这个就是缆车票，这个就是雪具。然后你如果想要上课，就这里有 lessons。然后缆车票的话，这里就有价格。这个租雪具的话，一样它都会显示价格。这个就是 full set rental， 就是你整套雪板，你可能有自己的鞋子，你就可以跟他单租板子，因为你有鞋子嘛。但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你就是看这个部分就好了。然后你如果比较进阶的话，你也可以选这个 premium 的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滑到进阶的话，通常你都有自己的雪板或者其他装备，你应该就不会来雪场选这个的。如果要课程的话，也可以选这个。这边有课程，这个就写23、24季节的 ski 的 lesson， 韩文教学。然后如果是给外国人 foreigner 的价格是在这边。然后下面这也是 snowboard 单板的课程，成人啊、儿童啊，对大家比较有帮助的东西是这个，就是你这个预约这里，就是这边你可以订它的住宿或者是一些套票，其实比较划算，但是要早一点订，因为我觉得住宿的部分很容易没有位置，所以像我当初就是住宿是去 Agoda 那边订的，票是在刚刚那个 KD Tour 那个网页买的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后来看了这个情侣 package， 如果你是一对情侣要来的话，其实买这个搭配住宿其实比较划算，它有你点这个 couple package， 比如说你住2天1夜的 package， 或是3天2夜的，或是4天3夜的，通常住比较多天都比较划算，价格会相对便宜。然后我就以3天2夜的这个来说明一下。假设你3月10号到12号是3天2夜的价格，2晚的价格是$358，31，大概是11000左右。这个就包含了你的滑雪装备跟缆车票，这里有写，就包含了在龙坪滑雪场2晚的住宿，会是住这个 hotel 或是这种 condominium， 就2种房型，下面有图片。这是不包含食物跟交通的，这个滑雪课程啊、衣服、外套，所以这些你就是要租或是你自己准备。所以交通你可以在刚刚那个 KD Tour 那个网页买。你的这个 package 只有包含你 check in 之后，你就可以去换你的装备跟缆车票。就包含了2天的滑雪票跟装备，跟2晚的住宿这样子，所以大家可以比价一下。如果你要住在这边的话，不想去 Agoda， 你可以直接到龙坪度假村的官网这边订，会比较划算，我觉得。但是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比如说你第一天很早，你可能8、9点就到龙坪，你就想要开始滑，但是这个 package 就不包含第一天的缆车票跟雪具的部分，所以你可能第一天你要在现场租就会比较贵，所以我建议可以用刚刚那个 KD Tour 的加价购买第一天的装备跟缆车票。你没有要住宿的话，它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套票，就是缆车跟装备的组合，但是就不包含住宿。就是包含了1天的缆车票跟装备租赁，2天的滑雪票跟装备租赁，天数越多比较便宜啦。然后这个是给外国旅客的优惠价格，就可以再点这个预约。然后这里有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，包含缆车票，然后还有包含雪具、雪板的部分，但是它不包含雪衣、外套、帽子、头盔那些。
你可能就是要现场租，或是你自己准备。然后下面选你的年龄、成人，然后时间看你要租几天。一天的话就82块会比较贵，你如果租2天的话会变133，就一天变成60几块嘛，就比较便宜。然后像是星期三，我记得它就是蛮优惠的价格。星期三，3月13是礼拜三，就是好像周间的中间就很便宜。大家可以评估一下，我觉得如果你提早预约的话，我建议如果你是双人情侣来，就可以买这个 couple package， 就是包含了缆车票、住宿跟雪具装备的租赁，但是就是没有外套、帽子这些，你可以现场租。那如果你是比较单纯的，只是想要体验一日滑雪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到 Klook 韩国滑雪行程去找，其实有很多一日团。但是缺点呢，就是要跟着他的行程走了，但是他也会有一些基本的教学，但比较阳春一点，时间上你就是要配合他们。比较不优的部分是这个，当然会有人带你嘛，就不用担心交通、语言沟通上面的问题，因为已经付钱了，他会带你到一个地方去租雪衣啊，怎么样？其实，在 YouTube 上面很多人分享，可以上网自己搜寻一下就知道了。大概是这样，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说明清楚的，大家有问题可以下面留言。那主要就是交通的部分，大家就是到这个 KD Tour 这边买票。比较有名的应该就是龙平、Taiwan， 然后凤凰滑雪场，然后Alpensia也蛮有名的，就好像是之前平昌奥运举办滑雪的场地。这次去了龙平，就是有拍鬼怪跟冬季恋歌的场地，大概是这样子咯。